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忆欧春开播，徐凯周也出演，双强虐恋权谋佳作亮点十足。你要是最近刷微博、朋友圈，肯定见过一句话被反复截出来：好好活下去。配图是徐凯一身破衣，手里那一文钱被他递到周也掌心里。忆欧春就靠这么一个看起来寒酸的定情瞬间，把观众心脏攥住了。更微妙的是，这部剧从2026年3月14日在爱奇艺上线，到6月都过去了，30集体量，更新周期拉这么长，热度不掉，讨论还在涨。这在现在古偶市场其实是挺罕见的现象。很多人刚听说忆欧春，以为又是一部男女主强抢对决，顺便撒糖的常规古偶。点进去才发现不对劲，他一开场就把男女主按在地上摩擦。谢清源是周也演的，亲妈惨死，他被扫地出门，沦落街头。沈润是徐凯演的，本来是世家公子，一夜之间家毁人亡，被发配去充军。别说英雄救美了，他们第一次见面，连填饱肚子都是问题。沈润把身上最后一文钱给了谢清源，说了句好好活下去。这玩意儿立刻超越了玉佩、香囊，成了两个人抱团取暖的生死契约。不是在谈恋爱，是在互相拽着，别一起掉下去。也正因为这个起点太低了，后面的反差就非常能打。时间一晃很多年，两个曾经在泥潭里抱团的少年人，在见面时都已经戴上了面具。谢清源回家了，但不是回去当千金，是扮成温柔体贴的大家闺秀。窝在谢家这个是非之的，步步为营查当年的旧账。他嘴上柔声细语，心里却一直记着那句“我才是那只来索命的恶鬼”。这句台词出来的时候，观众的背脊都凉了一下，你才发现，这个女主不是单纯的可怜人，她主动选择做恶鬼。另一头，沈润从当年的落魄少年，成长为朝廷人人避之不及的活阎罗。殿前司指挥使，手握实权，杀伐果断。徐凯这张脸本来就带点冷感，配上权臣人设，朝堂上站那儿不说话都有压迫感。但编剧留了一个口子，他看谢清源时，那一点点压不住的温柔，像是从前那个少年被硬生生塞回了躯壳里。这种眼神记忆比台词都管用，观众一边骂他狠，一边又被那点残存的温度打动，很难不带入。更狠的是，两人重逢，不是久别重逢的拥抱，而是立场对垒。沈润奉皇命去钱塘查贪腐，目标直指谢家。谢清源要给母亲昭雪，也得在谢家这潭浑水里翻搅。一个是手握生杀大权的官方审判者，一个是藏在深宅里伺机复仇的民间复仇者，注定要在同一块棋盘上交锋。这就让忆欧春的叙事天然有两条高压线：朝堂权谋线和宅斗复仇线，拉扯着一起往前冲，几乎不给观众留被速刷的空档。感情戏呢？用观众的话说，不甜，全是玻璃渣。有那场剪刀对匕首的戏，两个人彼此都知道对方不是简单的敌人，那种又试探又不舍的拉扯，全写在眼神里。嘴上每一句都带着防备，骨子里那点少年情分又死活割不掉。你会发现，他们不是不爱对方，而是各自背负的东西太重了。谢清源为了复仇必须隐瞒、算计，甚至利用这段关系。沈润为了查案，为了大局，不得不把谢家推上风口浪尖，也顺带把他推向危险。这种因为立场不得不伤害你的爱，明显是在走一条很逼美学的路子。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把忆欧春叫成古装版黑暗荣耀。逻辑是一样的，主角不是单纯的受害者，而是从泥里爬起来，决定反咬一口的那类人。爽感不靠甜言蜜语，而靠每一次精准还击。
不同的是，易欧春还叠加了双强对峙的爱情线，两个人都不算好人。网友给他们起的 CP 名直接叫双恶人 CP。在古偶常年充斥傻白甜加霸总的语境下，这种恶人赛道里的爱情确实带来了新鲜感。配角也没被糊弄过去。深宅后院那些女性，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算盘，宅斗不是为了卖弄小心思，而是真能推动谢家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朝堂那边的权谋，也不是嘴上讲讲中间就完事，是真有你来我往的博弈。观众的稍微带脑子看，不然容易错过细节。更重要的是，全员智商在线，没有那种为了推进剧情强行降智的设定。这点对现在的国产古装来说，是被观众反复夸的稀缺品质。从制作层面看，易欧春也是奔着精品古装剧去了。导演是拍过《显微镜下的大明》的潘安子，这个信息本身就给了不少观众信心。画面风格选的是偏宋韵的清雅色调，不走艳丽阿宝色那一路。衣服上的刺绣，头饰上的发簪细节，都能看出用心。取景多在浙江古镇，小桥流水，青砖黛瓦，不是单纯的美景堆砌，而是营造出一种苦茶式的清冷气质，跟这部剧的宿命感和疼痛感是对得上的。很多人吐槽现在古偶滤镜厚得像奶茶，但在易欧春里，这种清透的质感反而更凸显人物的疲惫和执拗。数据层面，虽然参考里没给具体播放数，但有2个信号挺关键。一是这剧从3月中旬上线到6月热度没掉，说明它不是靠首播宣传那波流量活着，而是靠剧情持续发酵。二是讨论关键词的变化很有意思。一开始大家在磕少年时的易文钱，后来转向夸服化道，夸潘安子的审美，再后来是集体在分析人物动机，争论谢清源算不算恶。这意味着这部剧的观众粘性在提升，不是看完就走的那种快消品。再聊回徐凯和周也，两个人其实都不算古偶新人了。徐凯之前演过不少权臣、贵公子，但这次的沈润是把活阎罗的狠和少年时的柔柔一起，稍微演不好就容易两头不讨好。从目前的讨论看，观众对他冷面之下那一点点旧情的处理还是认可的。周也这边，此前他身上就有那种脆弱感加很劲的气质，易欧春里的谢清源让他有空间在破碎的小女孩和黑莲花复仇者之间切换。像那句我才是那只来索命的恶鬼，既是人设宣言，也是表演上的高光。站在平台和市场的角度，易欧春这种类型的剧，某种意义上是在对抗审美疲劳。观众这2年已经被各类工业糖精喂到有点麻木，甜宠剧的难度已经不在于多甜，而在于如何不腻。易欧春干脆反向操作，糖不给你太多，给的是刀尖舔糖。关系基础建立在共苦上，重逢是在不同阵营上，之后每一次靠近都伴随着可能的背刺。很多人一边骂太虐了不想追，一边按时蹲更新，这种自虐式追剧，本质上是对更复杂情感叙事的需求在抬头。当然，也有一个问题值得想，大家到底在易欧春里磕的是什么？是那种微时相逢、巅峰对峙的命运感，还是对有脑子的疼痛文学的偏爱？当谢清源为了复仇选择隐瞒与利用，沈润为了查案把谢家逼上审判台，这种看似高级的 BE 美学，在今天的古偶语境下，其实是在扩展一个边界。爱情不再是人物的唯一驱动力，而是被立场、道德、权力不断撕扯的变量。从目前的风向来看，易欧春已经算是2026年古装赛道里非常有辨识度的一杯苦茶。它不追求一口下去的甜，而是留给你一整夜的回味和发酸。至于这份后劲会不会推动更多古偶往更复杂、更灰度的人物关系去走，市场很快会给答案。
观众会用播放完成度和二创热度投票，看看之后吧。